美元霸权猛如虎，自家产业全入土，昔日钢铁留不住，只剩金融冲地主。华尔街上跳鬼舞，底特律里全是股，铁锈地带谁做主？工人阶级心里堵。别看老美现在靠着一边印钱一边借，疯狂地收割全世界，但它也曾是蓝星上最恐怖的工业怪兽。恐怖到什么程度？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其工业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 50%， 这就相当于你把亚非欧、拉美洲所有国家的工厂加一块，产能也就勉强跟美国打个平手。那时候的美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汽车产量世界第一，飞机产量世界第一，造船产业世界第一。底特律的汽车厂一天能下线上千辆，比兹堡的钢铁厂烟囱冒出的黑烟更是遮天蔽日。但你再看看现在的美国，底特律已经从汽车之城变成了废墟之城，大片大片的厂房荒废，杂草丛生。比兹堡的钢铁厂也关得七七八八，转型搞医疗和教育了。曾经全世界最牛的铁锈带，现在真的锈成了一片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工业巨无霸怎么就把自己的制造业给折腾没了？这事儿还得从二战说起。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人发现自己赢麻了，不是小赢，是赢麻了。欧洲打成废墟，日本挨了2颗原子弹，苏联虽然赢了，但也是惨胜，只有美国本土毫发无损，还趁着战争把工业产能扩张了好几倍。重要的是，美国在二战还没结束的时候搞了一件大事，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夏，美、英、苏、中等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海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了个会，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明确指出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简单说，美元成了全世界的硬通货，地位和黄金一样。这个体系表面上看是为了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但实际上是美国用自己的工业实力给自己的货币背书。他在跟全世界说，你看我工厂多，我生产能力强，你用美元买我的东西，我保证给你足够的商品。这套逻辑在当时是成立的，因为美国确实能生产，确实有东西卖给你。但问题就出在这儿，当你的货币成了全世界的储备货币，你就会发现印钱可比造东西容易多了，这是一条不归路的起点。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工业还是很猛的。福特的流水线开足马力，通用的车卖到全世界，波音的飞机满天飞。但与此同时，一些微妙的变化已经开始了。首先是工资上涨，美国工人发现自己干活，老板发财，凭啥我不能多要点？于是工会开始壮大，罢工此起彼伏，工资一路往上涨。这本来是好事，劳动者应该分享发展成果。但问题是，美国资本家们不乐意了，他们很快发现，既然美国工人的工资这么高，那我为啥不去找便宜的工人呢？反正我有美元，美元全世界通用，我去哪儿买东西不行啊？其次是深陷战争泥潭，从1955年到1975年，美国在越南烧了将近1410亿美元，这1000多亿美元从哪儿来？印呗。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印钞，美元越印越多，但黄金储备并没有增加，这就出问题了。其他国家发现美国印的钱越来越多，手里的美元越来越不值钱，于是开始拿美元找美国换黄金。法国的戴高乐最狠，放话将轻价军舰到美国去运回本该属于法国的黄金。美国人一看这不行啊，再这么换下去，黄金都被你们拿走了，美元就成废纸了。于是1971年8月15号，尼克松未经与他国商量，便单方面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美元不能换黄金了。这一刀下去，布雷顿森林体系直接瓦解了。紧接着美国又搞出了一个更狠的玩法，石油美元。美国和沙特达成协议，沙特的石油只能用美元结算，作为交换，美国给沙特提供军事保护。其他产油国一看沙特都这么干了，我不跟着干也不行，于是纷纷开始用美元结算。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谁都离不开，这就意味着全世界都必须储备美元，都必须持有美元。而美国只要控制住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印钱就能换商品，这可比辛辛苦苦开工厂舒服多了。但这套玩法有个致命的问题，经济学上叫特里芬悖论，简单说就是美元要成为世界货币，就必须持续向全世界输出，也就是美国必须保持贸易逆差。但贸易逆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买的比卖的多，意味着你的工厂会慢慢停掉。美国人选择了美元霸权，也就选择了放弃工业，这是一笔魔鬼交易。到了80年代，真正的变化来了。1981年，一个叫罗纳德·里根的演员当上了美国总统。这哥们儿带来了一套新玩法，叫里根经济学，核心思想就是减税、放松管制，让市场自己玩。里根跟美国人民说，政府是问题的来源，不是解决方案，市场才是万能的，只要放开管制，企业就能创造奇迹。于是美国开始大规模减税，尤其是给富人和企业减税，个人所得税从 70% 一路降到 28%， 企业所得税大幅下调，同时放松金融管制，让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可以更自由地玩杠杆。这套政策的效果立竿见影，华尔街疯了，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种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被发明出来，杠杆越加越高，钱生钱的游戏越玩越大。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发现，搞金融比搞工业赚钱快多了，来钱容易多了。开工厂多累呀，要卖设备，要管工人，要控制质量，要跑市场。搞金融呢，对着电脑敲敲键盘，钱就来了。
于是大量的人才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业，最聪明的脑袋不再去设计汽车、设计飞机，而是去设计金融衍生品。麻省理工的工科博士不去硅谷，跑去华尔街，因为华尔街给的钱实在太多了，实体企业根本给不起。更要命的是，连实体企业自己也开始玩金融了。通用电气本来是造电器的，但杰克韦尔奇上台后搞了一个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到后来通用电气的利润1半以上来自金融业务。你说它是电气公司还是金融公司啊？福特汽车也一样，福特金融赚的钱比卖车还多，卖车多难呀，金融多简单呀。这就出现了一个荒诞的现象，美国的制造业公司一个个都变成了挂着制造业招牌的金融公司。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觉得自己彻底赢了，于是开始大力推动全球化，到处签自由贸易协定，把关税降到极低。美国的资本家们欢呼雀跃，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他们可以把工厂搬到工资更低的地方去。墨西哥工人工资只有美国的1/5，东南亚工人更便宜。1994年，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签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的工厂开始大规模往墨西哥搬。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的工厂开始更大规模的往中国搬。资本家们算得很清楚，在美国生产一双鞋成本20美元，在中国生产成本2美元，中间这18美元就是利润，只要把工厂搬出去就能赚更多的钱。至于美国工人失业，那关我什么事啊？反正失业的又不是我。于是从90年代开始，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断崖式下跌。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接近2000万，到2019年就只剩下了1200万，整整少了800万个工作岗位。这800万人去哪儿了？一部分转行去了服务业，端盘子、当保安、开 Uber； 一部分彻底失业，靠政府救济过活。这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真实代价。但你以为这就完了？不，还有更骚的操作。进入21世纪，美国的企业家们发明了一种新玩法——股票回购。什么叫股票回购啊？就是公司用自己的钱去市场上买自己的股票，买回来之后注销掉，这样总股数少了，每股的价值就高了。这对谁有好处？对持有大量股票的高管和股东有好处，因为他们的股票值钱了。那钱从哪来？从公司的现金流来。本来这笔钱可以用来投资研发、升级设备、扩大生产，但高管们发现投资研发多慢呀，3-5年才能见效，股票回购多快呀，立竿见影，股价蹭蹭往上涨，年底分红拿到手软。于是美国的大企业开始疯狂回购股票。2018年，美国企业股票回购金额创下历史新高，一年回购了8000多亿美元。8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差不多相当于美国全年研发投入的 1.3 倍。这笔钱如果投入研发，能造多少新产品，能创造多少就业，但这些钱全被用来抬股价了。更讽刺的是，很多企业回购股票的钱还是借来的，趁着低利率借一大笔钱买自己的股票，抬高股价，高管套现走人。至于公司背上的债务，留给接盘侠吧。这种玩法在经济学叫金融化，说白了就是赚钱的游戏从生产变成了炒作。你可能会问，难道就没有人看出这种玩法的问题吗？有，当然有。但问题是，看出问题的人不掌权，掌权的人不愿意改，因为这套玩法对掌权者太有利了。华尔街的金融家们靠着这个赚得盆满钵满，硅谷的科技巨头们靠这个市值冲上云霄，政客们的竞选经费靠这些金主们慷慨解囊。你让他们改，他们凭什么改？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选举需要钱，竞选总统动辄要花几十亿美元，竞选参议员也要几千万。这些钱从哪儿来？从华尔街来，从大企业来，拿人家的手短，当选之后能不替金主办事吗？于是美国的政策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资本控制政治，政治服务资本，工人阶级的利益没人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次警钟，华尔街玩崩了，把全世界都拖下水。按理说这时候应该好好反思一下金融化的问题了吧。结果呢，美国政府拿出几万亿美元救华尔街，那些搞出危机的金融机构一个都没倒，高管们拿着天价分红拍拍屁股走人，反而是普通老百姓房子被银行收走，工作没了，积蓄化为乌有。这事之后，美国的金融化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因为华尔街的大佬们发现，我玩得再过火，政府都会来兜底。既然有免死金牌，那还怕什么？从2008年到2020年，美联储印了多少钱？少说也有好几万亿美元。这些钱去哪了？去了股市，去了房市，去了各种金融资产，资产价格一路飙涨，持有资产的富人越来越富，没有资产的穷人越来越穷。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大到什么程度？最富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比底层50%人口加起来还要多。这个数字和大萧条之前差不多。这时候美国人才发现，原来把工厂都搬到国外去是要付出代价的。和平年代无所谓，反正全球化嘛，哪儿便宜在哪儿买，但一旦出了事，供应链一断，你就抓瞎了。
于是制造业回流成了政治正确。从特朗普到拜登都在喊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工厂搬出去容易，搬回来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是光有厂房和设备就行的，制造业需要一整套生态系统，熟练的工人、配套的供应商、完善的物流、技术工程师，这些东西不是一天两天能建起来的。美国的很多工人已经几十年没干制造业了，技术生疏了。年轻人从小就被灌输进华尔街、进硅谷才是成功的观念，谁愿意去工厂当蓝领？供应链呢？零部件从哪来？配套企业在哪里？这些问题不解决，光靠政府补贴根本没用。更要命的是，美国现在的成本结构已经完全不适合制造业了。工人工资高，土地贵，监管严，工会还一天到晚闹事儿，资本家们算来算去，还是觉得在海外生产划算。所以你看，拜登政府搞了芯片法案，砸了几百亿美元，想把芯片产业拉回美国。台积电来了，英特尔扩产了，但真正落地的时候呢，问题一大堆。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建厂，一开工就发现找不到足够的熟练工人，只能从别处调人过来。美国工人还觉得待遇不好，工作太累，3天2头罢工，工期一拖再拖，成本一涨再涨，这就是现实。美国的制造业生态已经被破坏殆尽，想重建，没个20-30年别想。而且还有一个更尴尬的问题，美国还能放弃金融霸权吗？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是美国最大的财富来源，靠着这个地位，美国可以印钱买东西，可以通过加息降息收割全世界。但维持这个地位的代价就是必须保持贸易逆差，就是必须让制造业流出去。这是个死结，你想要制造业就得放弃美元霸权，你想要美元霸权就必须牺牲制造业，两个都要，不存在的。美国的精英阶层选择了美元霸权，选择了金融化，选择了让底层工人失业，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住豪宅开游艇，子女进藤校，反正美国烂不烂和他们没关系，大不了换个国籍去欧洲去新加坡，照样当人上人。而那些失去工作的铁锈带工人呢，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繁华的工业城市一天天衰败，看着自己的孩子没有未来，看着街头的流浪汉越来越多。2016年特朗普为什么能赢？不就是因为这帮被抛弃的人太愤怒了吗？他们用选票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特朗普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他只是利用了这些人的愤怒，上台之后该捞钱还是捞钱。2025年特朗普又赢了，铁锈带的工人们又把票投给了他，他们还在期待着什么？也许只是想给这个抛弃了他们的系统狠狠一个耳光。说到底，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不是某一个人的错，也不是某一项政策的错，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是美国选择金融霸权之后的必然结果。当你发现印钱比干活容易，当你发现炒股比造东西赚钱，当你发现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而工人只能被困在原地，那制造业的衰落就是注定的。美国用40年时间亲手拆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这不是意外，这是选择。只不过做选择的人和承担后果的人不是同一批人而已。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坐在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里，透过落地窗看着哈德逊河，喝着红酒，庆祝又一个季度的丰厚分红。而在几千公里外的俄亥俄州，锈迹斑斑的工厂里，只剩下风穿过破碎的玻璃窗，发出呜呜的声响。当为什么要迁都这个问题摆到面前，相信大多数首尔人的第一回答都会是远离北朝的炮火威胁。首尔民众的担心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从首尔城往北走40公里便能够来到一处十分敏感的地点38县。40公里代表着什么？举个例子，春秋战国时期，晋国和楚国交战于中原地区，晋文公为了实现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令晋军主动退师回避90里，由此产生了退避三舍的典故。古代的一舍大概是30里，三舍就是90里地。公元前600多年的古人都知道起码得隔开90里才不起冲突，但如今的首尔离38县才不过80里。既然离朝鲜如此之近，那为什么不效仿巴西搞一手迁都呢？韩国不是没想过，而是根本做不到。那么面对近在咫尺的朝鲜火炮，韩国的迁都计划为何频频受挫？不可否认，首尔确实是个当首都的好料子。首尔位于韩国的西北部，四周群山环抱，中间形成盆地，同时汉江又从东西方向横穿而过，绝对称得上是一块龙兴之地。并且从李氏王朝至今，首尔已经当了600多年的首都，拥有其他任何城市都难以比拟的正统性。如果半岛是统一状态，首尔会成为整个半岛的真正心脏。但很不幸，随着半岛局势的更迭，首尔这颗半岛的心脏反而成了韩国的脑袋，还是不戴头盔的那种。一条38线如同楚河汉界，将半岛生生分割为朝鲜与韩国两部分。于是原本处于半岛中心的汉城便被摆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当不当，正不正。更何况首尔在历史上还真的被拿下过。
早在朝鲜战争时期，近10万北朝鲜人民军就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仅用3天就拿下了汉城。尽管后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空降拱火，帮韩国人抢回了汉城，但是经历这次被攻占事件后，韩国人难免会由此心存芥蒂，乃至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更让韩国忌惮的是，朝鲜这哥们一向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据称，朝鲜军队高度重视炮击，拥有着规模庞大且装备精良的炮兵打击力量。一旦朝韩发生冲突，朝鲜部署在边境的火炮集群将在1小时内向韩国首都倾泻约 1.6 万发炮弹，其中不乏射程足以覆盖整个首尔的远程重炮。例如鼓山大炮，最大射程可达45至60公里，若采用火箭增程弹，则可以打得更远。再例如，去年成功试射的新款240毫米制导火箭炮，射程更是高达67公里，且具备精确制导能力。更要命的是，这些朝鲜炮兵部队可不是吃素的，他们时刻保持着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可转入射击状态。一旦局势失控，这些火炮足以在短时间内对首尔都市圈造成毁灭性打击。今年5月初，朝鲜官方还展示了目前已投入量产的 KN-25 超大口径火箭炮系统。这款号称世界第一粗的火箭武器，采用了600毫米制导火箭弹，最大射程可达380公里，能够瞄准远至韩国南部釜山的美军军事基地以及韩国的关键工业和民用中心。虽然韩国也并非毫无应对之法，但其现有的铁穹防空系统和正在研发的 LSAM 反导系统，主要针对的是无人机和低速导弹。面对 KN-25 这样的高速高弹道导弹，究竟能发挥几成功力，就得打个问号了。倘若韩国本土的防空系统失灵，就只能指望美军在韩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了。尽管萨德确实有2把刷子，理论上能够对 KN-25 实行拦截，但如果朝鲜方面火力全开，届时面对 KN-25 的骑射攻击，恐怕连萨德都会吃不消。除了太过接近朝韩边界之外，首尔的人口问题也成为了迁都的一大原因。首尔面积约605平方千米，仅占韩国国土面积的 0.6%， 跟我国的上海市松江区差不多大。可别看它面积狭小，但却坐拥近1000万的人口数量，占到整个韩国人口的 21%。据粗略估算，首尔每平方公里就住了17000人，如此之高的人口密度，着实令人啧舌。此外，首尔承担着韩国将近1/5的 GDP， 大量知名企业的总部设立于此，并且无论是青瓦台还是龙山总统府，亦或是大量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国家机构，大部分也都位于首尔。因此，一旦首尔遭受重大打击，将会直接对其经济命脉、指挥系统造成致命打击。更何况，首尔是什么身份？是韩国正儿八经传了600年的首都啊！如果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都被炮弹炸了个底儿朝天，无疑将对整个韩国的精神与文化造成巨大打击。这样一个近在咫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城市，倘若换作是你会怎么选？可以说，只要朝鲜决定南下，首尔将毋庸置疑地成为首要打击目标。为了防止这很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一天，早在上世纪70年代，韩国内部就已经出现了迁都的呼声。1977年，朴正熙提出了韩国首都南迁的设想，并命秘书室花费2年时间，先后投入150多名专家制作了名为“白地计划”的报告，详细探讨了韩国迁都的可行性。最终，位于中清南道公州市的长崎面暂定为新行政首都地址。此后几十年来，随着政府更迭，都无人再提及所谓的迁都计划。直至2003年，卢武铉再次将迁都搬上台面。这一年的8月，卢武铉政府提出了国家均衡发展战略，计划投入73万亿韩元，将行政首都由首尔迁往中清南道的世宗市。在卢武铉政府的设想中，如此一来能远离军事分界线，为韩国赢得更多的战略喘息空间；二来能推动韩国中南部的经济发展，进而实现全国地区的均衡发展。长期以来，以首尔为中心的北部城市群发展极为迅速猛烈，致使韩国南北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尽管韩国南部也出现了釜山这样较为发达的城市，但拿出来依旧不够看，这也使得韩国在经济发展上呈现出明显头重脚轻的不平衡感。因此，韩国中部的民众十分支持首都南迁。为此，韩国国会还通过了国家均衡发展特别法和地方分权特别法，保证为从首尔迁往新首都的企业打开绿灯，提供财政、行政及土地使用等方面的支持。但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迁都计划。很快，卢武铉就遭遇了迁都计划上的第一个大阻碍——财阀权贵。
财阀权贵们扎根首尔多年，其内部早已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迁都代表什么？无异于将这个利益集团连根拔起，乃至于切断财阀和保守政治精英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勾结，从而在根本上挑战原本的政商关系。牵一发都已惊动全身了，更何况牵全身呢？享受着既得利益的财阀权贵们不可能为了政府所谓迁都、功在千秋之类的宏大叙事背书，他们的目的永远只有一个：别耽误哥们挣钱。于是财阀们以企业运作需要稳定的环境为由，抨击卢武铉政府不顾经济建设和民生建设。他们不停地施压追问卢武铉政府南迁之后将如何处置千万首尔人的安置问题，企业转移造成的诸多损失政府会不会买单。同时迁都这事儿也牵扯出了党派正派利益之争。在卢武铉力推落实迁都计划之时，最大的在野党大国家党突然出尔反尔，同财阀们沆瀣一气，坚决抵制迁都。总的来说，这些财阀权贵们的态度就是，如果一定要迁都，那我们没意见，但我们不会为政府的行为买单，而且政府还得补偿我们的损失。双方就这么僵持不下，一直闹到了法院上。2003年10月21号，韩国宪法法院开庭审理了汉城市议会议员等提出的新行政首都特别法违宪诉讼。裁决时，韩国宪法法院的全部9名法官中有8名法官对此法投了否决票。最终，韩国宪法法院院长宣布新行政首都特别法违反韩国宪法，这等于宣布迁都计划泡汤了。对此，大国家党对这个裁决表示热烈欢迎。当时还是首尔市长的李明博更是欢呼，这是首尔市民的胜利，全体国民的胜利。眼看迁都计划濒临破产，卢武铉政府选择退而求其次，将迁都计划改为行政城市建设，设想在2012年前在中清南道建设一座世宗行政城市。按照卢武铉的想法，既然不能全面迁都，那不如来一波曲线救国，让国家重要机关、公营企事业单位先一步迁入世宗市，之后许多民营企业也会为了逐利而随之迁入，当地经济发展自然也会因之提升。只要经济发展起来，大家兜里都有钱了，届时迁都的阻力势必会小很多。这也许是个好办法。除了财阀权贵阻挠，韩国国内的反对声音也很大。在许多韩国人看来，汉城传承了600多年，历史地位特殊，韩国没有比它更适合当首都的城市。特殊的文化地位，再加上源自中国的天子守国门思想，让韩国人认为迁都就是懦弱，就是拒战，就是向死对头示弱，是万万要不得的。在2003年的迁都违宪诉讼中，宪法法院裁定认为首尔已成为国家的象征和民族精神家园，将迁都视为对民族历史连续性的破坏。此外，迁都计划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天然劣势，那就是韩国总统这个职位本身。韩国宪法规定，韩国总统的任期为5年，不可连任。这就意味着，即便任上成功推动了迁都计划的落实，大概率也难以在任上等到迁都工作完成的那一天。再加上韩国政坛历来的清算传统，搞不好下一任总统又会抓着迁都问题大书特书，弄个什么劳民伤财的罪名给上一任送进去，堪称吃力不讨好。韩国在迁都问题上举棋不定，还存在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万一未来半岛统一，世宗市的位置相较于整个朝鲜半岛而言就过于靠南了，届时还要不要再迁回首尔？万一要迁，那不又得白白浪费一大笔钱？注意，这里说的是万一啊，虽然这个万一的概率极小。时间来到2010年6月22号，韩国国会不顾时任总统李明博的反对，通过了前政府制定的迁都世宗市计划。这等于打了李明博政府的脸，因为此前李明博政府认为迁都将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于是修改了世宗市迁都计划，反对迁都，结果自己反倒被韩国国会来了个当头闷棍。想必当年为迁都计划破产而欢呼的李明博，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回旋镖会在将来正中自己的眉心。尽管从长远上看，韩国将首都迁至世宗是趋势，但在无数既得利益者的面前，即便迁都再有利于韩国的未来，他们也不愿意放下嘴里那块叼了半天的骨头去嗅一嗅窗外的空气。至于迁都的议题将在未来的韩国遭遇怎样的结局，首尔最终能否光荣退休，且让我们拭目以待。